一个潜伏在地球上的外星女人，用自己的美艳和身体来诱惑路边不同的男人，在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后，对人类进行猎杀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怪物，却因为长时间的地球生活，逐渐觉醒，开始体验到人类的情感，却因为变得脆弱而遭到猎杀。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部寡姐唯一一部全裸出镜的影片《皮囊之下》。故事开始，男人把女孩扑倒在地，打算和她打一场扑克。女孩越反抗，男人就越激动，轻轻一扯，白花花的世界杯就露了出来。女孩已经没有了力气，男人开始疯狂地撕扯女人的衣服。突然感觉这姑娘的皮肤怎么这么嫩滑呢？不对劲啊！定睛一看，刚才撕破的不是衣服，而是女人的皮肤。原来女孩不是人，她是一个猎手，专门诱拐单身男人，通过向男人搭讪提出送男人一程，然后邀请男人回家打上一局扑克。她美艳动人，身材火辣性感，没有一个单身男人能拒绝寡姐的邀请。家境贫寒的她家里没有空调，一到家就开始脱衣服，男人也在后面跟着脱。看着眼前的美女，男人激动坏了，一点都没发现自己陷入了黑泥潭，身子一点点被淹没，最终沦为寡姐的营养液体。寡姐日夜无休，把自己扮成烈焰红唇的小妖精，天天开着小货车在街上寻找单身男人。可单身男人哪是那么好找的？一天，她来到一处偏僻的海边，和一个游泳男搭讪，可这个男人好像对她并不来电，只是机械性的跟她聊了几句。当看到有人被海浪卷走时，就丢下寡姐去救落水的女人去了。男人重回岸边时，已经体力不支，昏倒过去。寡姐靠近他，一板砖拍向男人，带回自己的小破屋，将他变成自己的肥料。这天，寡姐看到一个帅哥，赶紧开车跟上，尾随来到迪厅，被震得六神无主，正要放弃，帅哥却主动前来搭讪。于是男人被带回了家，马上就能和寡姐修炼武功了。寡姐脱掉上衣，露出了哇塞的身材，引诱男人向她靠近。哪个男人经得起这样的考验？男人完全没发现自己沉浸在黑泥潭里，最终被泥潭吞噬，只剩下一副皮囊上下翻飞。寡姐就是单身男人杀手，有时开展业务时也会碰到一些海王，明明有对象还调戏他。这些恶臭男人可入不了寡姐的法眼。她再次来到街上，堵车时，对面男司机送给她一束花，卖花男人的手被刺破，鲜花上沾满了男人的血迹。看到手上的血，寡姐心中泛起来了涟漪。寡姐来自外星球，跟她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机车男。女人负责找独居单身男，机车男负责监督她。寡姐任务进展顺利，一个个男性人类身体被抽干，仅存完整的皮囊。任务继续进行，又一个男人被带回家。完成任务后，寡姐修补了自己的妆容，因为刚才男人夸奖了她的美貌，机车男看出来了她的异常，对她提出了严重警告，然后转身离去。自从上次触碰到人类的血液，她的心被触动了。走在大街上，女人看待人类的视角发生了变化，她开始关注人类喜怒哀乐的点滴情感。由于心有所想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人们纷纷向前将她扶起。夜幕降临，寡姐寻找下一个目标。这次她遇到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男人，比外星人还外星人。虽然他长得丑，但是他想得挺美啊。关键寡姐是来者不拒，邀请男人感受自己的皮肤，对他来点若有似无的挑逗，并将他带到小黑屋。他是唯一一个见过寡姐不穿衣服的人。寡姐看着镜中自己人类美丽的皮囊，想到丑男即将面临的遭遇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。她放走了丑男，这面镜子却记录了他的情感变化。寡姐的举动惹怒了机车男，他找到丑男，把他抓了回来。寡姐开车来到迷雾萦绕的偏僻小镇，她放弃了面包车，也放弃了狩猎。她试着品尝人类的食物，一块美味的巧克力蛋糕放进嘴里，她却痛苦地吐了出来。她坐上了一辆巴士，一个男人真诚的关心打动了她，她想要体验一下人类的爱情。寡姐跟着男人回了家，男人放着音乐做着家务，女人的手指跟着音乐打起了节拍。男人为她收拾好房间，还贴心地端来一杯热奶茶。寡姐的心中泛起了波澜。此时的她并不知道，由于她的擅自离开，外星同伴已经开始对她进行了搜索。第二天，男人带着寡姐参观小镇，路过一处水坑，男人不容分说，就是一个公主抱，抱着她跨过了水坑。寡姐走下陡峭的台阶时，男人细心的保护。
这些举动让他心生好感，男人也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，两人深情拥吻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寡姐尴尬不已，这局扑克牌打不下去了。男人刚掏出枪，发现怎么也打不出去。寡姐推开男人起身检查，发现自己竟无懈可击，根本无孔而入，自己始终是个异类。伤心的寡姐穿上外套就跑了出去，她想要冷静一下，但是迎面撞上了一个光头男，寒暄了几句，可寡姐的身材引得男人动了歪心思。寡姐走到一间木屋，想在此安享晚年。作为一个女人，竟然体会不到打扑克的乐趣。熟睡的寡姐梦到有人在摸她大腿，睁眼一看，原来不是梦，原来真有人摸她大腿。吓得寡姐起身就逃，可毕竟只是个弱女子，很快就被光头男追上了。他扑倒寡姐，摁在地上疯狂地撕扯衣物，她的皮囊被男人撕开。男人发现她并非人类，转身就往回逃。寡姐剥开了这具人类的皮囊，露出了藏在皮囊之下的真身，那是一个全身漆黑的人形生物。她凝视着这具人类的皮囊，空洞的眼神中充满悲伤。突然光头男偷袭，用汽油浇在了寡姐身上，掏出打火机就点燃了汽油。刹那间寡姐被火光吞噬，挣扎着一路狂奔跑出树林，带着自己向往的人类皮囊，一头栽倒在雪地里，烧成了灰烬。寡姐也终止了她罪恶的生命。有了人性的她，远没有想到人类还有恶的一面。皮囊之下的欲望暴露了她的弱点，有了弱点就成为被狩猎的对象。人类独有的情感会同化其他生物，但本质终究无法改变，从融入到惊慌再到毁灭，这何尝不是现代人类正在经历的过程呢？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，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